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为了考公，我歇业在家1年，全力备考。终于在这次统考中，我拿到笔试第1的成绩。我们都以为10拿9稳了，没想到面试当天出意外了。面试在上午10点开始，而我却睡到了11点。等我赶到现场时，面考已经结束了。为了这次面试，我提前设置了3个闹钟，居然一个都没有响。而且以我的生物钟，早睡早起1年之久，就算没有闹钟，平时也会8点多醒来。我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，没想到刚出考场，老公就打来电话。简单沟通后，他就安慰我：“你看你面试还能睡过头。”我就说了：“你这个性格不适合考公，多累啊，老婆！我看你就别考了，你老公我会赚钱，你就安安心心在家貌美如花就行了。”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我竟然从电话中听出了欣喜的语气。我敷衍地应了几句，挂了电话。早在我备考之前，宋琦就希望我能做个贤妻良母，在家相夫教子，而我也答应了婆婆，要是这次没考上，我就安心在家备孕生娃。结果就在我即将上岸的时候，却错过了面试，这也太巧了，我不得不起了疑心。我打开手机查看闹钟设置，闹钟果然被人为关掉了。心下一沉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婆婆，她是最不希望我考上的。一股怒火从心中涌起。到家后，我刚开门，扑鼻而来的一股中药味儿，这味道太熟悉了。婆婆为了让我生孩子，没少让我喝这药。后来还是我大闹一场，宋琦警告了婆婆，这才安生了一段时日。婆婆听到动静，从厨房探出了个脑袋：“小袁回来了呀，刚好，妈刚熬好的中药，你趁热喝了吧。妈查过了，过几天就是你的易孕期，可得好好把握这个时间，给我生个大胖孙子。”我忍着甩包的冲动，强行扬起一抹笑：“妈，是你关了我手机的闹钟吧？”婆婆眼神躲闪，不敢和我对视，说话都结结巴巴：“你说啥子？俺不懂。”我把包往桌上一甩，直接打翻了婆婆端上桌的中药。你知不知道考公对我来说有多重要？你凭什么这么做？婆婆盯着被打翻的中药也火了。俺说你一个女人，天天就想着考公，你嫁进来2年了，俺就是养只鸡下的蛋都比你多。要俺说，我儿子当初就不应该娶你，一天到晚就知道捧本破书，有什么用？婆婆说着，还想冲上来打我。我刚想防卫，门锁传来一阵声响。宋琦到家后就见到这个场面，他二话不说，直接拉过我护在身后。妈，你干什么呢？我抢在婆婆添油加醋前，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。宋琦神情僵硬了片刻，在我看不到的角度给他妈使了个眼神。妈，你想抱孙子的心情我理解，可你也知道小袁为这场考试都准备1年了，你这样太过分了。图片源于网络。青山，宋琦夹在中间做和事佬。婆婆不情不愿地和我道了歉，说不应该关了我的闹钟。我表示我明年还会准备考试，不可能放弃。晚上洗漱完，我和宋琦躺在床上，她搂着我不停道歉。我知道这次是妈的错，她不应该给你下药，还关你闹钟。我也说过妈了，你放心，以后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了。宋琦自顾自地说着，我心里警铃大响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刚刚和婆婆吵架时，我绝对没有说一句我被下药的事。那宋琦是怎么知道的？想到这里，我不寒而栗。我下意识挣脱了宋琦的怀抱，他愣了愣：“老婆，怎么了？”
我摇了摇头，强行镇定下来。没什么，老公，我想睡觉了，我们睡觉吧。我闭上眼，钻进被窝，脑子却异常清醒。宋琦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打量了片刻，才轻轻在我头上一吻。老婆，晚安。我仔细梳理今天的一切。考场离开后，我第一时间去医院验了血。医生说血液中有地西洋片的成分，俗称安定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一觉睡到下午2点的主要原因。关掉闹钟，给我下药。婆婆和老公竟然联手陷害我，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对我？想到这，呼吸不禁急促起来。我暗暗掐着自己大腿，平复自己的心情，生怕宋琦发现什么异常。我闭着眼，假装熟睡，直到身旁的男人打了鼾声，我才轻手轻脚下了床。凭借着窗外照射进来的月光，我准确找到宋琦床头旁的手机。结婚2年，恋爱3年。出于对宋琦的信任，以及我自认为情侣之间需要足够的隐私，我从来没有查过宋琦的手机。他没设密码，我直接就解锁了，怕临时有提示音将他吵醒。我特意将手机开了静音模式。出乎意料的，宋琦手机里干干净净。我甚至把浏览器搜索记录、美团地址都查了一遍，什么也没有。这却不足以让我放下警惕。一个男人手机里这么干净，干净到多余的垃圾短信都没有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多了个心眼，查了查宋琦手机型号。这一查，还真被我发现了不得了的事。这个型号的手机有2个独立的系统，只有指定的指纹才能解锁。一个手机2套系统，太可疑了。身旁睡了2年的男人，竟然有着另一副面孔。我看了眼熟睡中的宋琦，小心翼翼将手机放到他手指处，一个一个试过去，大气都不敢喘一声。好在是到他右手小拇指的时候，手机解锁了。手机背景是他和一个女人半裸的合照。我总觉得这个女人有点眼熟，来不及想太多，急忙点开她的微信，置顶绘画框是个小兔子，鬼使神差地点了进去。最后一条消息是：宝贝，你放心，我迟早会和那个女人离婚的。网上划什么也没有，看来是被她删干净了。我点进那个女人朋友圈，看到她的自拍和今天的朋友圈，脑中一下抓住了重要信息。这个女人竟然是我白天在考场外遇到的那个女人。当时我气喘吁吁地赶到考场，不小心被一个女人撞了一下。女人面容姣好，眼角有颗泪痣，与照片中一模一样。看来她早就认出我了。这下我就懂了，这个女人和我一起都是考公的，那个编制只录取1人，而宋琦为了给他小情人铺路，于是给我下药。我退出微信，看了看宋琦的浏览的搜索记录，给妻子买了保险，多久才能生效？怎么转移婚内财产？要是妻子一家都死了，那赔偿是作为丈夫能拿吗？人身意外险买哪家赔的最多？越看心越凉。身边睡了一个不仅出轨，还想害你全家骗保的男人。我把手机放回原位，忍着心中的愤怒，蹑手蹑脚爬回到床上，一夜无眠。总算熬到宋琦出门上班，我这才点开之前宋琦推给我的保险销售人员。前几个月，宋琦忽然说公司有福利，给全家买保险打5折。他给我爸妈和我都买了一份，就是这个销售负责和我对接一切业务。我发消息给他，找了个理由让他把之前的合同拍给我看一遍。那头很快就发了过来，我仔细看了眼合同，3份合同的受益人都是宋琦，细思极恐。看来宋琦几个月前就开始策划这一切，现在保险已经生效，
只要我死于意外，宋琦就能得到一笔不菲的赔偿金。更可恶的是，他居然连我爸妈都不放过。不行，必须马上回去和我爸妈说。我换了套衣服，直接回到爸妈家中。你这孩子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一天天风风火火的。我爸妈刚要出门，还拧着行李，见我急急忙忙，就忍不住说几句：爸妈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啊？你不知道吗？小琪这孩子给我们报了去越南的旅游团，说是想让我们好好度个假。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：你们不能去。我妈不解，非要追问为什么不能去。没办法，宋琦在我妈心中那可是绝世好女婿。图片源于网络，青山用他的话来说就是：我能遇见宋琦这个男人，就是三生修来的福气。我忍不住庆幸，还好我看了宋琦手机，还好我来得及时。要是我爸妈这一去，怕是就如了那个渣男的愿。想到这里，我手脚发凉。这个男人心到底有多黑？我严肃起来：爸妈，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你们不信，但是一定要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把宋琦出轨、给我下药，以及昨晚我发现的一切都告诉了爸妈。不出所料，我妈一开始真不信，我爸也是，都觉得宋琦是好孩子，孝顺又上进。我把那3份意外险给我爸妈看，强调了一遍受益人都是宋琦。爸妈，要不是我发现了，我都不知道宋琦给你们订了旅游团。他居心叵测，越往深处想越觉得手脚发凉。我爸反应最激烈，当即就要报警。我妈也慌了，抓着我的手，一时间不知所措。女儿，你现在就和宋琦离婚。好在你发现的及时，否则我们一家人都……来的路上我也想过马上报警，马上离婚，可又没有证据。离婚又觉得太便宜这个男人了。我要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。从娘家出来后，我忍不住大哭一场，哭我所托非人，差点害了自己，害了父母。可这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宋琦哭，浑身的冷汗被风一吹，大脑清醒了不少，有种劫后重生的感觉。我抹干眼泪，联系了我大学师哥。师哥，我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在师哥的介绍下，我找到了家开在小巷子里的手机店。你好，我是严俊师哥介绍来的，一共1800。那里扫码，我也很爽快，直接扫了2000过去，拿上我的东西就离开。从店里离开后，我找了个安静的咖啡馆，将盒子拆开，里面是个比纽扣还小的微型摄像头。市面上的针孔摄像头虽然是高清的，可需要插电，不是很方便。这个不仅有自动隔音效果，还无需插电，自带定位，非法监视他人，影响我将来考公。不过我在自己的车上放摄像头，没人可以说我不对吧？我在咖啡店坐到傍晚，直到宋琦打来电话问我在哪。我打了辆的士，让他直接停在地下室，轻车熟路找到自家的车位。这辆宾利还是我结婚时我爸买的，说是作为我的陪嫁。但是宋琦说男人在外需要面子，这辆车基本都是他在开。现在想想，哪里是需要面子，分明就是装逼的。拿出一早就准备好的备用车钥匙，我打开后车门，将摄像头放在后排车窗的空调处。我看了眼手机画面，这个角度隐藏得很好，不会被发现，还能刚好清晰地看见驾驶座和副驾驶。安排好一切，我才不紧不慢坐上电梯。果不其然，宋琦在门口守着我。见到我的那一刻，神色有几分不自然，又强作关心：老婆，你去哪了？妈说你一天都不在家，你是去岳父岳母家了？我直勾勾地盯着他，直到他快撑不住了，才相视一笑。上午去找了趟我爸妈，
然后和几个朋友聚了一下。我只口不提他给我爸妈安排旅游这件事。宋琦欲言又止，又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一般。我知道他不敢主动提，做了坏事的人都心虚。宋琦一晚上又是给我换鞋，又是给我端茶倒水的。婆婆心疼自己的儿子，想说我几句，每当话还没说出口，就被宋琦警告了回去。我坐在沙发上，享受着宋琦给我修脚，我还故意往他脸上一瞪：“哎呀，老公，你没事吧？”我就看着宋琦想发火，又忍了下去，还得对我笑嘻嘻的。这有什么？给老婆洗脚，我开心还来不及呢。宋琦一晚上的心被我提着，见差不多了，我似无意拿起手机，给他发了个拼刀刀链接：“老公，帮我砍一刀。”他二话不说就拿起手机点了下去。当我手机弹出了个小窗口，显示链接成功时，我不经意扬起了一抹笑。换在平常，宋琦免不了要对我一顿说教，说什么别贪这种小便宜，更是觉得他一个部门总经理用拼刀刀丢了面子。目的达成了，我也不想再看宋琦的嘴脸，敷衍了两句就转身回了卧室。原本要和我一起回卧室的宋琦临时接了通电话，说公司有时临时要去加班，匆匆忙忙就走了。我看着手机里的定位，宋琦的车停在某高档小区，这哪是去加班啊，分明就是偷吃去喽。也好，正如我愿。我点开手机里的灰色软件，跳出来的是另一个系统，而仔细看，这就是宋琦的手机，还是我求了学校的师哥。当年他研发出了这款可检测共享手机共享的软件，准备参加研发大赛，却被有心人加以利用，觉得会对人隐私造成侵犯，被取消参赛资格。如今我也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宋琦手机里的信息都会传输到这里，他要是有什么计划，我也好及时做出措施。唯一不好的就是只能实时同步信息，过了5分钟，消息就会自动消失。这时我手机响了一下，是师哥发来的消息。我之前还顺便拜托他帮我调查那个女人的身份，现在应该是有了结果。果不其然，那个女人叫曾倩。让我更意外的是，竟然是宋琦的初恋。当初他们分手后没多久，宋琦就对我展开了猛烈的追求，而他们并没有联系。等他们重新联系上时，我和宋琦已经结婚2年了。我也才知道，原来他就是考公时笔试第2的那个人。那这么看，我确实是他的威胁了。师哥还查到，曾倩如今居住的高档小区也是宋琦全款给他买的。流水一查，往他身上花了1000多万。可笑，宋琦3年在这个家花的都没这个女人零头多。不过没关系，他怎么吃进去的，我就让他怎么吐出来。宋琦回到家后已经是后半夜了，整个人喝得烂醉，回到家就往床上一躺。我一开灯就看见宋琦脸上鲜红的口红印。哟，这是曾倩坐不住了，朝我这个原配挑衅了。我拿出手机拍下了证据，然后再拿着湿巾将口红印狠狠擦去。已经醉酒的宋琦自然什么也不知道，一觉睡到了天亮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就跟没事人一样，时不时往宋琦公司跑，给他送饭，接他下班。人人都夸他娶了个好媳妇。婆婆见我们夫妻感情好也高兴，她已经开始幻想自己明年就抱上大孙子了。唯一不高兴的就是曾倩了。我每天缠着宋琦，让他们2人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。有我在旁边，宋琦消息都不敢回。我看着软件里曾倩的疯狂轰炸，问宋琦什么时候去陪她。宋琦一边要和我扮演恩爱夫妻，
另一边还要哄着曾倩，我都替她累。转眼快到我生日了，老公，我生日快到了。听说城西那里新开了家温泉假日酒店，我订了位置，到时候我们就去那里怎样？我一脸甜蜜地窝在宋琦怀里，实际上想吐得很，能感觉到宋琦身子一僵，又很快恢复正常。好，老婆想去我们就去。往年我生日，我们也是一起出去庆祝，所以他怎么可能想到？我是看到了他和曾倩的记录，知道曾倩闹了他很久，想去哪家酒店呢？不过宋琦最近被我缠着，无法脱身，我这不给了他一个好机会。果然，我前脚刚拿着手机进洗手间，后脚宋琦就迫不及待地给曾倩发起了消息：亲爱的，我订了这周六温泉酒店的房间，到时候好好补偿补偿你。我勾唇一笑，故意从洗手间出来。宋琦慌乱地扣住手机：老婆，怎么了？你不是去洗澡吗？我朝宋琦走过去，他神情闪过几分慌乱，又很快被掩饰住。不得不称赞他心理素质还行。我走到宋琦身旁，眼看着我的手就要碰到他的手机，虚晃一枪，转身拿起床头的面膜。我拿个面膜，肉眼可见的宋琦松了口气。我假装没看到，转身离开。我就是要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折磨他，让他感觉刺激又害怕被发现，直到他不再满足当下，人就会做出更极端的事。周六晚上，一进酒店的餐厅，我就察觉到身后有一道目光一直盯着我。我挽起宋琦的手臂，笑得一脸甜蜜。直到我们用完餐，准备切蛋糕时，那道打量着我的目光终于动了。宋琦坐在靠走廊的位置，曾倩路过时脚一崴，故意跌到宋琦面前。我也清楚看见宋琦下意识想抬手去扶，碍于我在场，又不得不放下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曾倩连连起身，眼角噙着泪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算是我第一次知道曾倩身份后的交锋。曾倩眼角噙着泪，却不像那种柔弱的小白脸，上挑的眼尾自带几分妩媚，看着就是想让人狠狠揉搓一番的感觉。我故作惊喜：是你呀，好巧呀，还记得我吗？曾倩眼里的几分嫉妒被掩藏得很好，懵懂又愧疚。你是？那天考公面试，我迟到了，我们俩还不小心撞了一下，你忘记了？曾倩这才恍然大悟，把我认出。接下来我就发挥了我社牛的属性，表现得和曾倩一见如故。我热情地邀请曾倩和我一起切蛋糕，她飞快地瞥了一眼宋琦，努力做出陌生的模样。对于她来说，尽管我给的理由很蹩脚，她依然会顺着我的话答应下来。毕竟，有什么比在原配面前勾引她老公来的更刺激呢？不出我所料，曾倩主动请求和我老公坐在一起，美名其曰：姐姐，你今天是寿星，那我可得给你拍的妹妹的。咱女人就应该独美，男人都得靠边。我笑着应下，她顺理成章地坐到了我对面。我看着宋琦为我点上蜡烛，让我闭眼许愿。我微微张开了一条缝，只能看见宋琦和曾倩的手臂贴得很近，两人的手放在桌底下，发出微微的响动。我许好了，我睁开眼，吹灭蛋糕。曾倩妹妹，我看看你给我拍的照片怎么样？曾倩有点慌，她刚刚哪里拍照了呀？急着勾引男人呢。她又不敢直接说出口，只能慌乱编了个理由。方圆姐，刚刚的角度不太好看，我重新给你拍过吧。我当然好了，故意让曾倩找各种刁钻的角度拍照，看着她半蹲的身子微微发颤才罢休。我好像有点喝多了，头有点晕，我想回去休息会儿。老公，你替我陪陪曾倩妹妹吧。
曾倩眼睛一亮，又很快低下头。宋琦反而说要和我一起走，被我拒绝。我前脚刚走，后脚曾倩迫不及待地趴在宋琦怀里，不知道说了什么，惹得女人满面桃红。我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，你们可以行动了。区的201桌，你们可要好好采访。打完电话，我就直接回了房间。为了让宋琦放心，我是真的喝醉了。我还给他发了条视频，半个小时后，一条视频就发到了我手机上，是一个同城情侣采访，没什么名气，几千粉丝。我就是看中了这一点，要是什么大 IP， 宋琦反而会谨慎，不肯接受采访。也确实如我所料，视频中宋琦一开始不愿意接受采访，是曾倩闹着非要接受采访。主持人问：先生和太太感情看起来很好，真是让人羡慕，可以简单说一下你们2人的感情发展吗？曾倩含羞地看了眼宋琦：我和我先生是大学就认识了，中途又闹矛盾分开过，不过兜兜转转，我们还是相遇了。我很爱他，为了他我可以付出我的一切。曾倩讲了他们是如何相爱、分开、相遇后再续前缘一系列故事，又表达她为了眼前的男人可以付出生命。宋琦大为感动，将人搂在了怀里。主持人问宋琦：那请问这位先生，你的太太这么爱你，你有什么想对她说的吗？宋琦看了眼曾倩，深情开口：亲爱的，你放心，我一辈子都只爱你一个人，你想要的，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满足你。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要不是我是局中人，我都忍不住为他们的感情喝彩。可谁知道视频里的人会是已婚男人和小三呢？在我收到这段视频的同时，他也悄无声息地被发布在了网上。我打了通宋琦的电话，果然关机。看来他是被曾倩勾了魂了。图片源于网络。青山。等宋琦第2天醒来，他和曾倩秀恩爱的视频已经席卷全网，播放量达到1000万。说实话，还得感谢曾倩一张巧嘴，把他们的故事说得绘声绘色，感天动地。大家不都喜欢这种破镜重圆、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？再加上一些金钱上的投入，宋琦和曾倩一夜之间火了，连带着只有几千粉丝的小账号一夜涨粉几十万。我故意建了几个小号，假装是知情人士，在视频底下爆料。我知道，听说这是我朋友的大学同学，当时他们感情就很好，真的羡慕了，真羡慕这种顶峰相见的爱情啊！归来时都已成就最好的你我。这女的也很厉害呀，好像是我们市的公务员，几万人就只要一个呢。这男的好像也蛮厉害的，年纪轻轻就是上市公司的总经理，这也太配了吧！在我一步步的指引下，总算有细心的网友扒出宋琦是有妇之夫。不对呀，这个男的好像有老婆，而且视频中的女人根本不是他老婆呀。随着这条评论被顶上热搜，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找出来，在我的有心下，连我和宋琦结婚的视频都被扒了出来。更是有人爆料，原本今天是我生日，没想到这个男人订了2个房间，小三更是假装和我偶遇，在我闭眼许愿的30秒，2人在桌底手牵着手。网上风评骤转，从羡慕人家的爱情到讨伐小三出轨男。而宋琦睡醒后，舆论正好达到巅峰。当宋琦赶回家时，等着他的则是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宋琦苍白无力地张着嘴，扑腾一下就跪到我面前。婆婆这个点已经出门遛弯了，家里只有我们2人，解释什么？你不会是要说都是曾倩勾引你的吧？说你只是一时被蒙蔽了双眼，
别来这套，离婚协议签了吧。宋琦拿起我放在桌上的离婚协议，逐渐红了眼，净身出户。我不同意，这个婚我不可能离的。我早就猜到了，宋琦不可能和我离婚，毕竟他可是指望靠我拿到天价保费呢。我和宋琦的谈判不欢而散，以他摔门而出结束。没关系，我不急，舆论会逼他的。就算舆论逼不到他，可怀孕的曾倩呢？他可等不了。我爸妈也看到网上的风声，着急的要死。虽然已经提前告知他们宋琦出轨的事，可我还是回了一趟家，让他们放心。我在娘家待了几天，宋琦打了不少电话给我，都被挂断。他也来家里找过我，被我爸拿着扫帚赶了出去。网上的舆论不断发酵，相比我的安逸，曾倩则是担惊受怕。她怕被发现宋琦给我下药，就为了替他考公扫除障碍这件事。而我自然是作为某些知情人在网上爆料了。听说宋琦被人堵得连公司都去不了，为了造成不必要的影响，宋琦被迫在家歇业了。这还不够，我回了一趟和宋琦的家，一进门就看见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婆婆忙前忙后的伺候着曾倩，端茶倒水，嘘寒问暖。宋琦也替她捏肩捶腿，能让婆婆这么快接受她，那就是都知道曾倩怀孕的事了。婆婆是最先看见我的，脸一下就耷拉了起来。你还回来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倩倩现在可是怀孕了，也怪不得我儿子会出轨。你也不看看你嫁到我们家多久了，连个蛋都不会下。曾倩朝我挑衅地笑了笑，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仿佛在炫耀什么战果一样。这么快就带小三登门入室了，你们是不是忘了这是我家？我在房子里转了一圈，很显然多了不少宋倩的东西。我直接拿出手机打了物业的电话，我家有陌生人，你们物业怎么什么人都放进来？曾倩一下就红了眼，拉着宋琦的衣角撒娇：亲爱的，他竟然说我是陌生人，我肚子里可是有你的孩子。宋琦总算开口了：小袁，你要离婚我同意，只是我不可能净身出户的，财产最多我扒你2。这些年你连班都没有去上，有什么资格要这些？我丢了个白痴的眼神过去，宋琦大概是忘了，结婚前他一无所有，连婚房都是我爸全款买的，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婚后财产。物业很快来了，我指着他们一家：那这些人可都不是我邀请来的，麻烦你们把他们赶走。婆婆当场就闹了起来，骂我凭什么把他赶走，这是他儿子的家。我看着物业，麻烦你告诉这个老太太，这个房子写的是谁的名字？物业大概是也吃瓜了，一点也不犹豫，直接表明房子是我一人所有，我有权决定谁居住在这里。现在我要把他们赶走，合理合法。好在宋琦也是要面子的，当下二话不说，带着婆婆和曾倩就离开，还不忘朝我丢下狠话：方圆，你要把事情做这么绝，那你就等着。宋琦离开后，我第2天就联系了装修公司，把这个房子里的东西统统砸了，一件不留。我没想到的是，宋琦竟然不知道从哪里开了个精神诊断证明发到网上，证明我早年就有精神病，属于骗婚。他出于责任才一直没和我离婚。更夸张的是，他不知道哪找了几个营销号，各种宣传他和曾倩之前的坎坷爱情。很可惜，网友并不买单，毕竟你见过哪个精神有问题的可以去参加国考的？这下我连回应都不需要，宋琦自己就把自己推上了死路。而我也把一早就收集好宋琦出轨的证据递交了法院，起诉曾倩，追回全部婚内财产。现在
他们应该刚收到法院的传票吧？果不其然，没多久电话就响了。宋琦说答应离婚，可以主动归还财产，还求我撤诉。想我撤诉好说，见一面吧，带上曾倩。没想到宋琦从始至终都想过要放我一条活路。我到了和宋琦约定的公园，根本没有宋琦的影子，只有3男1女，一上来就将我围住。我挑了挑眉，这是打算来强的，是宋琦指使你们的，想绑架我，你们这算犯法的，知不知道？他们没有回答我。那个女人一上来就拉着我，姐姐，妈都病重了，我知道平常你和妈的关系不好，可现在她真的快不行了，你就和我们回去吧。说完，那3个男人嘴里也喊着，姐，你就跟我们回去吧，妈真的快不行了。另一边上来拉着我，我疯狂挣扎，喊着救命。可就算有路人经过，也以为是家事匆匆就走了。难怪宋琦要选在这里，好作案。他们捂着我的嘴，将我拖着往外走。远处有一辆黑色的面包车，我拼命挣扎反抗无果，还是被拖上了车。你别挣扎了，上了我们的车，你以为你还回得去吗？车上的女人阴恻恻地笑着。我惊慌，你们到底是谁？是人贩子对吧？女人没有回话，而是当着我的面打了通电话，开了外放。宋先生，人已经到手了，你的尾款可以打了。电话那头的男生真的是宋琦，他应了声好，还嘱咐他们赶紧把我带出国。曾倩也在一旁，还在电话中嘚瑟了几句。方圆，要怪就怪你想要的太多，没办法，我不想让给你，那你就去死吧。我垂下了眼眸，谁都没看见我扬起的嘴角。宋琦的电话刚挂断，路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冲出了几辆警车，将面包车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你们被包围了，赶紧放开人质。我松了口气，车上的人还想抓着我当人质，可他们已是强弩之末。很快我就被解救了出来。下车后，一阵风吹过，后背凉飕飕的，这才注意到衣衫都湿透了。你还好吗？一位女警官走到我面前。还好，还好，这下证据都够了吧？女警官表示证据确凿，现在已经去抓捕的路上了。实际上1个星期前，我通过原先安装在车上的监控，得知宋琦在曾倩的怂恿下联系了人贩子，想把我卖到国外。我将手机里的监控软件删除，这才拿着视频到警局报案。为了配合警方人赃俱获，顺便抓到一个犯罪团伙，才有了今天的局。宋琦被抓当天，婆婆撒泼打滚，不让警察将人带走，警察办案可不会管她。而曾倩因为怀孕受到了国家保护，没办法拘留调查。宋琦说要见我一面，我同意了。他问我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一切的，在我错过面试那天晚上。宋琦，我从来都没和你说过，我是被下药而错过考试的。宋琦突然大笑起来，抓着栏杆。方圆，要不是我大意了，现在你早就没命了。来之前，我想问宋琦为什么的，可现在觉得没必要了。宋琦，要怪就怪你想要的太多。我拿出手机，在他面前播放了段视频，视频内容正是宋琦和曾倩在车里合谋的过程。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开庭后，宋琦承认下了所有罪行，故意杀人罪、拐卖罪等数罪并罚，16年有期徒刑。至于曾倩，则是被定性为帮凶，有期徒刑5年。尽管他现在仗着有孕法律制裁不了他，1年后他也躲不了，可法院依旧会强制执行，追回所有夫妻婚内财产。而我现在还没和宋琦离婚，我大手一牵，直接把宋琦所有资产都捐赠给了山区小学。
曾倩得知这件事的时候，还想来我家大闹，可惜连小区大门都没进，就被物业赶走。婆婆一夜之间老了10岁，我也给她留了10万块钱养老，对她来说也够了。这些事都解决完后，我和法院申请的强制离婚也成功了。这下我和宋琦才算是彻底没了关系。后来听说房子什么的都没了，曾倩害怕孩子生下来就要去坐牢，她想偷渡出国，没想到在她跑的半夜被婆婆发现，两人一番拉扯，曾倩从楼梯上摔下，直接流产。这下好了，不用走了。警方更是直接安排了便衣在她病房门口守着，等她小月子一做好，直接喜提铁饭碗5年。而我总算在第2年成功考公上岸，迎接我的有更好的人生。离婚后，我爸妈也不催我相亲，比起结婚生子，我的安全对他们来说更重要。这下是真的，未来可期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怀孕后不久，我婆婆擅自住进了我家，说是过来照顾我。可当看到厨房里的活鸡，还有瓷砖上的鸡屎，我就感觉脑子天旋地转，以后的日子怕是要难过了。我叫秦佩佩，从小到大一直都过得很顺，在家中父母疼爱，工作也体面顺利，每个月的工资不但够自己花销，还能剩下许多。结婚以后，老公诚心对我好，拿出了所有积蓄付了首付，在当地买了个2室1厅的房子。当时首付付得多，我和诚心一起还房贷，我还把前几年存的钱也还了进去，早早就把贷款清了。现在我们无贷一身轻，周末去旅行郊游，生活可以说是过得非常舒服。最近我也有了身孕，以后生了孩子，这小日子就更加幸福了。我想着等月份大了，喊我妈过来帮忙。第1次怀孩子，我期待的同时也怪紧张的。本来心情不错，一下班我就回了家，刚进门就发现玄关处堆了一堆东西，锅碗瓢盆什么都有，还有几个用花布包成的包袱。家里被弄得乱七八糟，地上还有一筐带着鸡屎的鸡蛋，更让人抓狂的还有扑腾翅膀的活鸡，羽毛飘得满厨房都是。那鸡还在我家瓷砖上拉了一滩。我本来就孕吐的厉害，看到这样的场景，还有难闻的鸡屎味儿，瞬间觉得恶心的不行。我冲进卧室，刚打开马桶盖，发现里边没冲，又给我恶心了一把。等我在洗手池里吐完冲干净厕所，走进客厅时，诚心才发现我回来了。她身旁还坐着她妈，也就是我的婆婆小新。诚心见状，赶紧清出一条路来，护着我的肚子，让我坐到沙发上。自从我怀孕后，诚心就一直小心照顾我，生怕我和孩子有个什么闪失。看到她这样关心我，我刚才憋得一肚子的火气也就没了。爱屋及乌，我对突然到访的婆婆也露出了笑脸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，顺便给你带点东西补补身子。谢谢妈，既然来了，就在家里多住几天，不着急走。我刚说完，诚心赶紧纠正我说，不是住几天，而是以后一直住在家里了。但她一直不敢看我的眼睛。什么？你意思是妈要和咱们一块住？婆婆满脸堆笑。是啊，现在你怀了孩子，需要人照顾，以后我也可以帮你们带孩子。我一时间气上心头，直接对了诚心一下，质问道：你为什么没有提前和我打招呼？可能是我语气太冲，诚心觉得没面子，大着声音吼了一句：这房子是我妈拿钱付的首付，她要来住怎么了？秦佩佩，做人不要太没良心。我一愣，没想到首付钱是婆婆付的，
话都说到那个份上，我也不好赶人，就算心里再不舒服，也让婆婆住下了。孕妇尿频，每天晚上我都要上好几次厕所。前1-2个月，老公还会照顾我，但我每次看他都艰难打着哈欠扶我起床，第2天没精打采的样子，很是心疼。慢慢的，我就不用他起夜陪了。虽然我怕黑，但把所有的灯打开也没出什么事情。今晚我和往常一样起夜去卫生间，把所有的灯都打开，可一进厕所就看到没有冲的厕所。我不由捏紧了鼻子，把厕所冲了，把窗打开散味儿。不用想，肯定是我那婆婆干的。我边上厕所边琢磨，明天得和婆婆说说，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。想法刚落地，就突然听到关灯的声音。通过磨砂玻璃门，能看见厨房和客厅那边的灯灭了。我心一突，赶紧喊了一声：“老公，是你在关灯吗？”外边没有人回应，我有些害怕，赶紧提上裤子冲厕所。随着水流的声音，卫生间里的灯也灭了。啊！我吓得大叫，腿都有些发软，顺着墙滑坐在地。哎呦呦，这是怎么了？一束光照了进来，就见婆婆慌慌张张跑来，把我扶起。看着婆婆拿着手电，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我没好气地甩开她的手，重新打开卫生间的灯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关灯？还不冲厕所？婆婆被我喊得一愣，赶紧关了手电，解释说：“我这是怕浪费电，为你们省钱啊。这不，我还给你拿手电筒了。你每次上厕所点那么多灯，太浪费电了。厕所冲一次也费很多水，我想攒再冲。”我没忍住脾气，又接着说：“我知道您平时在农村节俭，这几个月我也都忍着，但今天做得太过分了，这么吓我，万一我发生意外，孩子出事儿怎么办？”我越想越后怕，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直接回了卧室，把睡到雷打不动的程心揪了起来。大半夜的干什么？程心被吵醒，情绪有些不太好。你说干什么？你孩子刚才差点没了。我把刚才的事情和程心说了一遍。程心打了个哈欠，敷衍我说：“老人嘛，多理解理解。”我多理解理解，那谁理解我呀？我现在怀孕，浑身难受，闻到刺激的味道就不好受。还有刚才关灯，行了，可能是我最近抱怨的多。程心有点不耐烦，又被半夜吵醒，他也上来了脾气。都是怀孕生孩子，怎么就你事儿多？我同事媳妇在家，又能做饭洗衣服，又能接送老大上下学，你呢？不能关灯，闻不得厕所味儿，就你娇气。怀孕的女人本来就情绪敏感，我当时委屈的不行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，半夜直接收拾东西回娘家。不管是程心不耐烦的神情，还是那恶心的厕所，我都不想再看到了。可就在回去的路上，我还是被气得动了胎气，直接被出租车司机送去了医院。我突然早产，给老公打电话，他关机，我只能给我妈打电话。生的时候胎位不正，生了好久都没生下来，最后只能剖腹产。虽然过程很遭罪，但睁开眼睛就看到健健康康的女儿，我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等到了第2天，程心的电话才打通。程心和婆婆赶过来时，已经快到中午。看到他们一脸高兴的样子，我也顾不上气昨天的事儿，催促着他们过去看孩子。我知道婆婆一直希望抱孙儿，这次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。婆婆高兴地凑到婴儿床跟前，迫不及待地去解包裹在孩子身上的襁褓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出言阻止：“妈，孩子刚睡着，你别把他弄醒了。没事儿，我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，轻一点没关系的。”“妈，是女孩。”我笑着回答。婆婆的手一顿，
我能明显看到她的笑容僵在脸上。我说：“佩佩啊，会不会搞错了？”什么？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不知道婆婆是什么意思。我看电视上常说，医院经常把孩子报错，咱们家不会弄错了吧？明明是男孩，却报错成了女孩。我妈有些听不下去了，解释说，昨天医院就出生这么一个孩子，不会搞错的。听到婆婆刚才的话，我觉得像是被谁狠狠打了一巴掌，胸口堵得难受。我突然想起，在我怀孕期间，婆婆不止一次说希望我投胎生一个儿子，当时没当回事儿，因为我自己不是特别在意孩子的性别，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。不过在这一刻，我可以确定了，我婆婆她更喜欢男孩，似乎是觉得自己的变化太明显。婆婆讪讪笑了笑，和我说，投胎生个女儿也挺好，女孩子细心，以后可以帮忙照顾二宝，等过个1-2年，你们再要个男孩，儿女双全多好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妈突然抹起了眼泪，和婆婆说，亲家母啊，你不知道，佩佩她难产做的剖腹，她身体以前就虚弱，这次损伤的太厉害，医生说以后可能再也怀不上孩子了。我妈刚说完，婆婆脸色就变得更难看了。什么？生不了了？那我老程家的香火怎么办？我出院之后，婆婆对我有些不冷不热。我当时可能刚生完，脑子有点想不清楚，觉得老人喜欢孙子，我没生出男孩，以后可能也不能生了。对我有怨气也可以理解，我心里觉得委屈憋闷，但为了女儿，我愿意什么都不说。好在婆婆对我女儿很好，主动提出帮忙看孩子。我想她大概是不好意思，舍不下脸来和我道歉。我默认这件事过去了，以后的日子会渐渐好起来。可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天真了。孩子4个月左右，我半夜起来去卫生间，发现程心没在客厅。最近孩子经常半夜哭闹，婆婆心疼儿子，让我一个人在屋里带孩子，所以最近4个月程心都睡在客厅的小床上。我又去卫生间和厨房找了找，都没她的身影。不过我发现婆婆的房门底下透出一束光，婆婆还没睡，程心应该在她房间里。有什么话不能白天说，非要大半夜说？我有些好奇，趴在门上支着耳朵去听。儿啊，你可不能和他耗下去了，不然我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？妈，我闺女还小，要不再等等？等什么等？你还想养那没伴的？既然她那么喜欢女孩，让她自己养去，不是这个问题。法律规定，女方在分娩后1年内，男方不得提出离婚，除非女方自己主动提。但我看佩佩那样，为了女儿是不会和我离婚的。两人谁都没再说话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那咱这样，就逼他自己提离婚，到最后这事儿也不赖你。这段时间你也别闲着，你张婶子不是爱给人做媒吗？你去相看相看，有合适的就先处着，等你们把婚离了，就立刻领证结婚。好，我都听妈的。我错愕地捂住嘴巴，不让自己因为太过震惊发出声音。听到屋里有脚步声，约莫程心要出来了，我赶紧跑回卧室，靠着门滑坐在地。婆婆现在的所作所为，已经不能归结于重男轻女的老思想，而是坏到骨子里。不但要儿子离婚，还撺掇他出轨。我无声地笑了，程心他居然还同意了。我难以想象，曾经爱我说要和我一生一世的男人，居然和他妈一块算计我，想将我赶出这个家。那一瞬间，我心好痛，又好恨，想离婚，想让我给新人腾地方，不能够，都给我等着。为了让我主动提出离婚，程心开始对我冷淡，婆婆也我行我素起来。我花1000块钱买的运动鞋，
被婆婆穿得又破又脏。她本身脚就比我大，又比较宽，硬塞进去不说，后边的鞋帮都被踩塌了。我卧室里放着的一些化妆品全都不翼而飞，一问原来都被婆婆送人了。那都是我花大几千买的护肤品，因为平时婆婆节俭，所以没敢告诉她真实价格，只说买的时候没花几个钱。还有我给女儿买的新衣服、新玩具，也被婆婆寄回老家，说是送给侄女家刚出生的小孩。如果换做以前，被这么针对，我肯定提出离婚。但现在我知道，这些都是诚心和婆婆故意做给我看的。既然你们演戏，那我就陪你们玩玩。诚心下班回到家，我二话不说冲过去，当着她的面砸碎了一个玻璃杯，说：“今天和你一块回家的女人是谁？”诚心被我砸得一愣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什么女人？你别胡说八道！诚心脱鞋进门，我就像个泼妇似的哭闹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嫌弃我生不了孩子，所以才去找别的女人。我告诉你，秦佩佩，别无理取闹！我无理取闹？诚心，你混蛋！我骂完，抱着女儿就出了门。我是故意这样做的，总得让他们放松警惕，认为他们的计划成功了。我已经被他们欺负得忍无可忍，离自己提出离婚不远了。打车回娘家的路上，我开始回想我和诚心在一起的这几年，可能是被之前的幸福迷住了眼睛，所以有些事儿从来都不会仔细去想。如今撕开婆婆和诚心的虚伪嘴脸，突然想起了那个没见过几次的大姑姐。没结婚之前，我就听诚心和婆婆说过这个姐姐，因为她和家里关系不好，嫁到上海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。我和诚心的婚礼，她也没有参加。婆婆说她是个没良心的，不懂得养育之恩，为了一个男人就抛弃了妈妈和弟弟。当初的我对婆婆的说法深信不疑，但想想现在婆婆的所作所为，我好像突然明白了，错的可能并不是大姑姐，她才是受委屈的那一个。婆婆重男轻女，喜欢孙子，不喜欢孙女。那以前她能喜欢大姑姐吗？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重男轻女，才导致大姑姐好几年都不回家。了解到这些，我突然有了计划，立刻给大姑姐打了个电话。孩子已经6个月，之前因为身体没恢复好，又多请了一段时间的假，如今要回去上班，我不放心孩子，便自己请了月嫂来家里帮忙。最近2个月，我知道诚心下班后都在和不同的女生约会，婆婆白天不着家，也是到处给她相看姑娘。如此积极帮儿子搞外遇的，普天之下或许就我婆婆这么一个极品了。当然，我也没闲着，请了跟拍的自由摄影师，专门跟踪我诚心，拍摄一些她约会的照片。这期间，我还托人帮我介绍了一个特别的姑娘，潇潇。潇潇不光长得美，身材也凹凸有致，高学历，家庭条件也好。这种姑娘打着灯笼都找不着。但除了外貌和身材，其他学历条件都是捏造的。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海王，靠着外貌上的优势和男人接触，靠着这些男人给钱生活。因为生活太乱，多多少少就落下了点身体上的小毛病。不过这正合我意，我出了些钱，通过一点手段，让潇潇和媒婆接触上，让她和诚心搭上了线。和我想的一样，这个姑娘一出现，就让我婆婆笑得跟朵花似的，立刻就开始撮合2人。诚心也喜欢潇潇，比和其他人约会都积极，几乎天天约人家吃饭看电影。终于在1个月的努力下，成功拿下了潇潇，什么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我安排的。
我故意让潇潇拖延1个月的时间，因为如果让程心太快得逞，说不定会露馅。潇潇几乎每天都和我报告情况。就在刚才，她给我发了一条微信：佩佩姐，你婆婆现在都开始叫我儿媳妇了，还和我说结婚的事儿还要等等，让我先给程心生个儿子。我觉得有一瞬间的恶心。我当初是怎么看上这一家人的？可能是觉得好事要近了，婆婆每天都是笑逐颜开，也不想着怎么刁难我。就在我觉得一切准备就绪，可以收网的时候，意外却突然发生了。我女儿现在已经6个月大了，多多少少可以喂点辅食，这些工作月嫂都会做，他们都是专业的，做的东西我也放心。但突然有一天，我下班回到家，就看到婆婆拉着月嫂坐在地上哭，我女儿坐在宝宝椅上哇哇大吐，小脸青紫，下一刻仿佛就要窒息过去。我当时吓得都要疯了，赶紧抱着女儿去了医院。好在送过去及时，没有生命危险。我这颗悬着的心也彻底落下了。等我事后找医生了解情况，听到为什么女儿会突发急症时，我人当时就傻了。谁给孩子喂的毒蘑菇？好在吃的不多，毒性不大，送来的也及时，不然命就没了。我的女儿差点就没命了。我险些晕倒在医院里，但我死死握紧拳头，让自己保持清醒，指甲都把手心扣出血来。大姐，为什么我女儿会中毒？谁给她喂的蘑菇？月嫂使劲地摇头，急得都快哭了。我不知道，我就给孩子喂了提前做好的辅食，谁知道就那样了。太太，我并没有给孩子做蘑菇，我整个星期都没有买过蘑菇。你走吧，明天不用来了。你的情况我会给你公司领导反映。我看着病床上虚弱熟睡的女儿，心脏就揪着的疼。当时太担心女儿了，没有仔细去想，只以为是月嫂的疏忽。等女儿出院后，我看到婆婆一副心事重重，还不敢和我对视的模样，我就觉得这事儿不简单。我之前偷偷安装过监控，就是怕婆婆会算计我，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她会算计到自己亲孙女身上，还差点要了她的命。我不敢在家里看，就趁没人注意的时候拷走视频，然后带着女儿回了娘家。这一看，我恨不得手撕了那个恶婆子。这毒蘑菇居然是她趁月嫂不注意，偷偷打碎放到辅食里。监控视频里拍的是一清二楚。那恶婆子什么心思？觉得我女儿碍眼，是个拖油瓶，将来会耽误她儿子再婚。我让我妈来照顾孩子，然后开车直奔家里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又心生一计，打开房门，婆婆和程心都在。看程心的样子，应该也是刚回来不久。我目光扫过两人，平静地说：孩子中毒不是意外。程心的表情有一瞬间的震惊，不可置信地看向他妈。我不知道那眼神是什么意思，是因为太过震惊，下意识看过去，还是计谋被拆穿，不安求助？我冷笑，突然觉得程心这个妈宝男又可恨又可怜。婆婆眼神游离，试探性地问我：是月嫂做的？我眯起眼睛，仔细去观察婆婆的神情，明显就是心虚。那一刻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抓起身旁的玻璃花瓶，狠狠地往地上砸。他还是个孩子，才6个月大，你怎么忍心给他吃毒蘑菇？这天下怎么有你这么恶毒的奶奶？我这一砸一吼，程心有点懵，呆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我冷笑一声，恶狠狠瞪着婆婆。我现在都恨不得把毒蘑菇塞到她嘴里，让她也尝尝我女儿受过的苦。我怎么可能害我自己的亲生孙女？佩佩，你可别往我头上吐脏水啊！
你一辈子都生活在农村，靠山吃山，不可能不知道毒蘑菇和普通蘑菇的区别。我查过医生说的那种蘑菇，颜色特别显眼，就算我这种不懂蘑菇的，也知道鲜艳的蘑菇不能吃。婆婆一个劲儿地往程心身后躲，我知道她是心虚了，我不能忍，想也没想，一个大步跨上去，一把拉住婆婆的手，将她往门外拽，跟我去警局。我今天必须要给我女儿讨个公道。我怒气顶到了天灵盖，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硬是把快200斤的婆婆拽出了门。这时，程心挡在了我面前，朝我脸上甩了一巴掌：“秦佩佩，你疯了！居然让我妈去警局！闺女不是没事吗？你为什么非要和我妈过不去？”我不敢置信看着程心，她从始至终都没有问过女儿，居然能说出那种丧心病狂的话。对，我是疯了，她敢杀我女儿，我就要和她拼命。我像个疯婆子似的，拼命嘶吼，拼命拉扯着婆婆。婆婆这个时候也疯了，使劲儿推了我一把，我摔倒在地，满地的玻璃碴子划伤我的手掌和大腿，疼痛让我多多少少冷静了下来。下一刻，我掏出手机，准备去拨打报警电话，拨通键还没有按出去，程心就从我手中夺过手机，狠狠摔碎在地。妈的，你个不下蛋的母鸡，老子忍你多久了，居然敢报警！他说完，我就看到他朝我大步走来，扯着我的头发就把我拖进了卧室。我拼命嘶吼，拼命大喊，都无济于事。我叫得越大声，他打得就越狠，最后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晕过去的。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躺在了医院里。我妈在我耳边哭泣：“那个混账东西，居然敢打你女儿啊！你们离婚吧，就算以后日子过得难，我和你爸卖房子也能帮你把孩子养大了。”虽然我现在浑身疼痛，但我脑子却异常的清醒。离，当然要离，不过日子过得艰难的不应该是我，而是他们。我揉了揉太阳穴，抬手给我妈擦掉眼泪：“妈，你别哭，我是故意的。”我妈一愣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我没有解释，而是说：“妈，等离婚那天你就知道了。我在医院养了几天的病，医生说是因为我情绪太激动，再加上我在生完孩子后身体本来就不好，所以才导致的昏迷，并不是被打所致。我身上的伤并不重，想用这件事给程心判刑显然是不够的。不过我肯定会在其他地方找不回来。我出院之后，把女儿交给我妈照顾，立刻就给程心打了电话：“程心，我们离婚吧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我依稀能听到婆婆在那头高兴的声音：“好啊，离了好，等离了你就和潇潇结婚，到时候给妈生个大胖孙子，省得那只母鸡占着窝不下蛋。妈，你小点声。喂，佩佩，那你找个时间，我们去把离婚证领了，孩子归你，抚养费什么的我会出。”我嗤笑一声：“就这样？房子呢？”程心终于急了，在电话里吼道：“秦佩佩，你要不要点脸？房子是我妈付的首付。”婆婆似乎也急了，在那边扯着嗓子骂我：“呸！不要脸的东西，还想要房子？我告诉你没门！”我懒得和他们纠缠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程心，婚后我有一起还贷，而且大部分的贷款都是我贴不上的。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里，房子我要定了。如果你不同意，那么就等着去法院见吧。”之后，我立刻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。这期间，程心给我打过电话，但我一次都没接。我知道他不想打官司，只想和我领证离婚。哼，我岂能让他如愿了？开庭那日，我这边只有我爸、我妈和女儿3人，程心那边倒是来了很多人，有些是亲戚，
有些是他那边的兄弟朋友。我忍不住在心中冷哼，这是动员了所有关系，难道是想要往我头上泼脏水吗？那我就等着看程心能翻出什么花样来。我的诉求是要女儿的抚养权，并让程心净身出户，房子归我和女儿所有。但显然程心和婆婆是不会同意的，要房子就等同于要了他们的命。秦佩佩，婚后你帮忙还贷这件事我认，钱我可以还给你，但这房子是我妈付的首付，我也还了一部分的贷款，房子是绝对不会全部给你的。按道理来说是这样没错，我这个要求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非常无理，但程心他难道忘了吗？自己又是出轨又是家暴。我冷笑，呈递上去一份证据，这份证据里全都是程心和潇潇约会见面的照片，还有他们之间的聊天记录。程心说，潇潇你放心，等我离婚了立刻就娶你，到时候我肯定会为你办一场盛大的婚礼。潇潇说，好，你可不要让我等太久啊，我想你了，要不我们亲近亲近，看你猴急的，快点来，房间都给你开好了。为什么我会有聊天记录？自然是潇潇截图发给我的。当这些截图和照片被公之于众时，我看到程心的脸都青了，比吃了一只死苍蝇还难看。这些你是哪里来的？面对程心的质问，我冷笑一声，根本不想搭理他。被他喊来的那些亲戚朋友都觉得脸上无光，没想到程心还出轨。程心可能料到我会拿家暴说事儿，也做了应对的准备，没想到我还有他出轨的证据。我突然觉得心情大好，紧接着又提交了一份证据，是我被程心殴打之后留下的伤痕，照片清晰可见，还有住院证明。程心出轨在前，殴打我在后。自从女儿出生后，他就没有照顾过一天，换尿布喂奶都是我和请的月嫂照顾，月嫂的工资也是从我自己的工资里出的。程心猛地站起来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，胡说八道，我可没有打你，那是你推搡我母亲时自己摔倒的。说完，程心就掏出手机，点开相册递交证据，这是我母亲身上的淤青，当时场面太混乱，秦佩佩不小心摔倒才会被地上的碎玻璃割伤的。你们说的这些我不认，我有别的证据。我话说完，就把事先准备好的平板电脑递了上去，上面清楚拍摄到当天客厅和卧室发生的一切，从我进门摔碎花瓶质问婆婆，到我被程心粗暴扯进卧室殴打，一切的一切都拍摄得非常清楚。程心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，一张脸被气成了猪肝色，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，你个贱货，居然在家里装摄像头。我看着程心冲我嘶吼的样子，觉得他极其狼狈和可笑。我低头快速在手机上打字，给程心发了一条微信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女儿的抚养权，房子归我，你净身出户。秦佩佩，不要太过分。我过分？你妈要毒死我女儿的时候不过分。哦，对了，你可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事，杀人未遂也是要坐牢的。那边再也没有回复。过了好久，程心终于点了头，同意把房子给我，自己净身出户。我就知道程心一定会同意，他可是个典型的妈宝男，谁都可以出事儿，但他妈不行。这么一瞧，除了孝顺身上也没啥闪光点了，但这笑也是愚笑。婆婆突然一嗓子叫了起来，不行，首付是我付的，这首付的钱怎么说也要还给我。我冷冷看着婆婆，不屑哼了一声，哦，是吗？这首付钱不是程娟付的吗？就算是还，也该还给她呀。程娟就是我的那个大姑姐。一听这话，婆婆当时就急了，
但她还是在继续纠缠。胡说什么？你有什么证据？这首付分明是我这么多年的积蓄。我懒得和他掰扯，直接和法官说，我有人证，可以证明首付不是他付的。过了一会儿，程娟进来，把银行卡转账记录，还有婆婆逼迫她给弟弟买房的短信都递交了上去。临最后还不忘当着大家的面说了一句，我妈最重男轻女，以前趴在我身上当吸血虫，把我的钱都给我弟弟，如今因为嫂子没生出儿子，不能再生育，挑拨儿子出轨家暴这种事儿，他能干得出来？被自己亲生女儿这样说，还有一群亲戚朋友看着，程心和婆婆干出的那些事儿，别提有多丢脸了。我觉得有点可笑，叫这些人来，明明是为了助阵的，结果却让人家看了笑话。婆婆满脸的不可置信，狠狠地瞪着我。我猜她或许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突然之间她失去了所有，没有了房子，婆婆还没有退休金，靠着那点微薄的低保钱，还有她儿子一个人的工资，以后又要租房子，又要生活，哪有闲钱娶媳妇？又有哪个女孩愿意跟她呢？想要抱大孙子，做她个春秋大梦吧。程心离婚这件事不仅仅没了房子那么简单，因为他家暴的事儿传了出去，早就看他不顺眼的竞争对手算计他，害他丢了工作。如今他真的是狼狈到连路边的狗都嫌弃。此时此刻，我站在家里，指挥着搬家工人收拾打包程心和钱婆婆的行李。佩佩，你不要这么绝情好不好？我租到房子就和妈搬出去。我没有搭理他，催促着工人们快点。程心似乎是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拍案而起，大步走上前来，想和我吵。婆婆，哦不，现在应该称呼为钱婆婆了。钱婆婆赶紧上前拦住程心，然后转过身陪着笑脸和我说，佩佩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是我老糊涂，我再也不要什么孙子了，咱们一家四口和和美美挺好的，你和程心能不能复婚？我被他这话给逗笑了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事到如今还让我复婚，他还真不要脸皮。我嗤笑一声，复婚？可笑，我还嫌脏呢。程心不乐意了，冲着我吼道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不就是出轨吗？哪个男人不出轨？我挑眉，突然想穿越回去打死原来的自己。那时候眼睛到底是怎么瞎的，居然能看上这么个货色？程心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程心有些懵，问道，你知道什么？我冷笑，转身进了卧室，从床板地下找到程心藏着的文件袋。以前他藏私房钱都会把钱藏在这里。我把文件袋打开，掏出里边的病历，狠狠摔在程心的脸上。你自己不是去医院看过吗？程心脸色惨白，难以置信地望着我，显然是没有料到我会知道这件事。程心，这就是你出轨的代价。钱婆婆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，也看不懂病历上的字，只能焦急去摇晃程心的胳膊。儿啊，你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程心咬着牙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觉得现在心情特别敞亮，便大发慈悲给钱婆婆解释了一下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儿子现在得了脏病。钱婆婆如遭雷劈，腿一软瘫坐在沙发上。这不可能，潇潇那么好的一个姑娘，怎么会有脏病呢？我凝视着钱婆婆，冷冷道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到如今才深刻明白这个道理。突然，钱婆婆站起身，扑到我的身前，死死抱着我的腿不放。佩佩啊，你不要那么绝情，你和程心有那么多年的感情，孩子还那么小，就算不为大人考虑，也要为孩子着想啊！你还好意思说为孩子着想？你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？看到钱婆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样子，
我就觉得恶心，忍不住朝她呸了一口。若是以前，钱婆婆早就骂起来了，可她现在只是随意抹了一把，依旧抱着我的腿不撒手。我给你做牛做马，我给你洗衣服做饭，给你当一辈子的保姆，求你和我儿子复婚吧。他什么都没有了，还有病，你不能抛弃他呀。我使劲扒拉了钱婆婆几下，但没有扒拉开。我没了好脾气，直接掏出电话，我劝你不要再胡搅蛮缠，否则我直接报警处理。这回婆婆终于是装不下去了，跳起来骂道：你个贱人，你这么绝情，看我以后能让你好过了，到时候我就天天来你家闹，你可能没有这个机会。你什么意思？我重重叹了口气，突然觉得有些累了，想赶紧把这对烦人的母子赶走。这婚离完了，其他的事儿也该进行了，毒害我女儿的事儿可不能那么算了。秦佩佩，你不是说我同意净身出户，你就不放过我妈吗？我弯起嘴角，笑看着程心。我说过吗？什么时候说过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说那条微信吧，你再好好看看，我是那个意思吗？程心脸色煞白，似乎也想起了当时的内容。当时的我是这样说的：我过分，你妈要毒死我女儿的时候不过分。哦，对了，你可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事，杀人未遂也是要坐牢的。我笑得格外高兴，我可没说不计较，而且不要以为你们能逃脱罪行，我手里可是有证据的。秦佩佩，钱婆婆这个时候也慌了，又再次给我跪了下来。我这次没含糊，直接拨通了报警电话，让警察把这2个擅闯他人住宅的人带走了。我说要告婆婆毒杀这件事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，我手中握着监控录像里截取的视频证据，摄像头拍摄得清清楚楚。他想说狡辩，这很明显就是蓄意杀人。上次我报警也说了婆婆杀人未遂这件事，警察立刻立案调查，我也提交了手中的证据。好几次程心都跑到我家，跑到我娘家，跪在门口求我高抬贵手，我都无动于衷。我怕他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来，到时候报复我和我女儿，于是就把我现在的房子卖了，首付钱还给了程娟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判决书下来，我的钱婆婆被判10年有期徒刑。之后听人提起程心，她好像在外边欠了不少的钱，日子过得非常狼狈。我怕程心会跑过来骚扰我们母女，于是就带着女儿转学去了另外一座城市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